在人生的旅途中，得遇貴人是一種機遇，也是命運的恩賜。貴人不但能給你帶來好運，甚至能讓你的人生走向巔峰。如何才能提升命中的貴人運呢？讓我們一起聆聽金菩提宗師的講解。如果一個人有人生的給你帶來幫助的，就特別好的這個助緣，助是指幫助的助哈，那就不得了了。人人其實所有的比較有成就的人，都是有非常好的助緣，就是有好朋友。遇到好的助緣，就是如虎添翼。老虎夠厲害吧，還能長上翅膀，就是那麼好，甚至是讓這個奴隸變成將軍，普通打工族做成億萬身家的老闆。助緣帶給你這樣的一種高質量的變化呀。那麼這樣的助緣和你之間都是什麼關係呢？有更多的是朋友關係，就是好朋友像歷史上最著名的好朋友就是兄弟三個：關公、劉備、張飛。三國演義之中最叫人比較敬佩比較點彩讚美的三個人物，就是這三個人。為啥這裡頭這麼多的英雄豪傑，對不對去競爭這個世界，成為世界的主人？那麼這三個人為什麼被大家所歌頌呢？甚至都是崇拜。你們知道關公在沒有打仗之前是幹啥職業的嗎？聽說是賣耙子的，就樓樹葉的那個東西。張飛呢，殺豬的。劉備就比較文明，賣草鞋的。這三個普通的農民級的大男孩，就是農民，就是趕着往外拼，總想造點反，撈點外快，多掙點錢，把房子蓋好一點，大概是這個意思，也是娶個媳婦的時候能拿出點錢來，想改變一下自己的命運。經過一番努力之後，怎麼打都不成，走到哪一個將軍門下都被人趕出來，都不被重用。一看這三個家伙心懷鬼胎，不務正業，不是踏踏實實來就業的，你們肯定是另有圖謀。混了好幾年江湖呀，就差一點混到了說還是回去幹老本行算了，就差點到這一步。在臨散伙之前，他們遇到了他们生命中的貴人，諸葛亮。諸葛亮很牛賣完關子之後，給劉大哥說：“你也想找我可以，我跟你談談接下來世界的整個格局。”哎呀，劉備聽個半明不明白，說好像是一種希望，不管能不能賺錢，總感覺是一種績優股，都是往上升的，不買的話又怕錯過好機會。完了就問諸葛亮：“你看我們哥仨像成事的嗎？”你想每個人都戰戰兢兢，說這句話的時候嘴唇發哆嗦打他哆嗦，尤其是劉備哆嗦着：“哎，老朱，你看我們能弄點什麼事兒將來能弄個縣長嗎？”老朱說：“你格局太小，縣長給咱都不幹。要想做縣長，還不如回家種菜。我不出山則已，要出山就把這個世界格局給它扭轉了。其他我就不說了，你們自己悟所以說你怎麼知道能有這麼大的說我除了分析天下的英雄和形勢之外，我還懂天象。你們懂天文學嗎？一聽不懂，我們除了殺豬就是賣草鞋的，誰懂那個？諸葛亮說：“我看的天象上接下來的中國分三份，你不聽我的拉倒，我都給你免談。”好了，反正不管怎麼說，這個諸葛亮成為了這三個流浪漢的貴人。貴到什麼程度呢？就把天下的1/3送給了這哥仨。雖然整個國家年齡並不長，
但是從農民到出來混世界，最後变成封為皇帝，這還是挺厲害的。你今天的話，你要做生意是吧？賺了點錢，賺了幾百萬，就已經高興得不得了了。人家從3個農民變成歷史上1700年之後，人人都是供奉、朝拜、敬仰的這樣的農民變皇帝，農民變上將軍的這個故事，其實是了不起的。在他們一起同時作戰的，為什麼大家不會歌頌曹操呢？就曹操他們本身就出身於高幹家庭，他爹娘都是高级幹部，对不对？你就借用着原來的朝廷这般班底，再有點成就，沒啥了不起。但是劉關張不同，他們3個人是農民，再到皇帝和將軍，他的這種遇到貴人這種變化就是努力當將軍嘛，就這種變化才讓人覺得哇，這就很敬仰的感覺，這真了不起。因此呢，今天我們講的這個內容就得遇貴人你這個人呢就了不起了，叫飛黃騰達呀，富貴無邊吶，真的了不起。那麼這樣的人呢，就是很有福的人，他們這個福氣與他的智慧沒有絲毫關係，但是你有這個福。你像劉備會幹啥？劉備永遠說：“軍師，這可怎麼辦？”諸葛亮說：“主公不用擔心，來，我替你謀劃，就好了。你說打不過沒事，一問他，他都給你解決。可是這麼會辦事的人，就為他這麼個半傻子服務，你說這奇怪吧？這就叫命相。怎麼命相呢？在《三國演義》中描述劉備的長相，他是慈眉善目，慈善之中帶着威嚴，威嚴之中帶着慈善。只有帝王才這樣。但是張飛就不同了，2個眼睛像铜鈴平時看人一眼能把人給嚇尿了，就是他那個威慑力特別強。為什麼呢？他是要殺人的將軍才能得天下，對不对？這就是超級殺人魔王。魔王的相一定就讓人感覺到就他身上那個磁場讓人感覺到全身發毛。所以一般的将軍一見了他之後，嚇得就不敢打了，使不出招來，原來練了10萬件武藝全給忘了，這怎麼和他打呀？關羽更是這樣的，他是不同的凶相。可是劉備就不同，劉備这種皇帝的福相呢，是吧？慈眉善目，還有呢，就是耳朵大，手臂長，站着的時候說手能摸到腳，反正就是手臂很長，腿短手長者有福。描述細節來說，他2個眼睛放的光呢，是帶有一點點五彩的光芒。所以我就想，五彩什麼顏色呢？赤橙黃綠青可能好幾種顏色混在一起，難道是這樣嗎？不是，是一種感覺，是一種吉祥光澤的感覺。那諸葛亮那麼聰明狡猾，對不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見誰能打了誰，對不對？那怎麼會伺候這麼一個流浪漢農民？為啥呢？就是看到了他的儀表，他這個五官他的精氣神的感覺，哇，這個人肯定是當帝王的料。所以這個諸葛亮就成為了這3個出身於農民家庭的孩子，成就了一番人世間最高的身份职業，皇帝和最大的將軍。所以得遇貴人多麼重要啊！歷史很多名人得遇貴人。通常我講到歷史故事之中呢，我經常提到一個，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中國明代現在差不多600多年前，消滅了元代，打敗了蒙古人，建立了
大明王朝的那位皇帝，他的最寶貴的貴人是朱元璋的太太，後來稱為叫馬皇後的。朱元璋呢，在起義造反之前的時候呢，有一段時間其實為了吃飯，也是因緣吧，到一個寺院出家當和尚，可能有5、6年時間。這因為當和尚他要讀經文呢，跟着師父學習經文，就至少懂得閱讀，對不對？還懂得了佛教的知識。到後來他的同村的好朋友，記得有比他更早造反的當軍人的，有個叫湯和的，邀請他去的那個地方，領軍的大帥就姓郭啊，好像叫郭子興啊。郭大帥也是根據他的好朋友湯和的推薦，說到郭大帥手下就幹點什麼。一說又會讀書，又當過和尚啊，和他經過一個交流之後，還給他一個小小的一個職務，給他的現在來說就是個排長吧，帶30多個人。說這幫人都是農民出身，不服管，而且特別犟，很有個性，誰也管不了。結果就把這個事兒，正好他們那個首領呢就被人打死了，就來補這個官員的職缺，就讓這個朱元璋，因為他有點文化嘛，說你去管吧。10多天過去了之後，郭大帥故意好像走到那個營地那兒看看，說他怎麼樣，沒叫人給殺了吧？結果發現外面的衛生弄得特別乾淨，那就到他們那個營帳裡看一看，弄得是井井有條，衛生也特別一流。而每個戰士呢，見了將軍之後又很有禮貌，說原來這幫人誰的話都不聽啊，這些幫土匪怎麼突然變文明了呢？結果都發現是朱元璋把他們管的。朱元璋是這樣的，要罵街，朱元璋比他們最能罵，因為還有文化啊。就打架呢，朱元璋天生能打架，你弄什麼我都能把你管了，你逃不出我的手心儿。這就是天生有領導力的人，天生會管人。所以他們這個團隊對朱元璋服氣的不得了。郭大帥一看說，這小子可以啊，就立刻提拔你到我的跟前當衛隊的衛兵吧。我等於到司令官跟前當衛士來了，就成天接近司令。对，反正他們中間發生了很多故事。凡是郭大帥受難，被其他的起義軍給綁架了，準備把他給滅了口殺了。你看，結果還是朱元璋一個人把後面的事情安排好之後，朱元璋說我自己去，我去挑戰他們，我要去說服他一定要把這郭大帥救出來，就真救出來了说你們把我扣下當人質，說我還年輕，他老頭都不行了，是吧？你把他放了吧，能把对方给說服了，就把他放了。但是他也能跑回來，就厲害吧到若干次救了這個郭大帥之後，他在士兵之中的威信已經超過了郭大帥，弄得郭大帥和他的兒子都特別嫉妒朱元璋，就找個理由就把朱元璋給關起來，要不給殺了就是說殺呢有馬姑娘這邊的，說還能把他餓死。這個馬姑娘呢，他的這個父親呢和這個郭大帥是特別好的朋友，但是在打仗中就受傷死了。就他好好就是教養的這個女兒呢，就無家可歸了這樣就拜託給這個郭大帥來替他養。所以這個郭大帥對這個乾女兒還挺好的，還是應該說是對他很精心的照顧。但是這個馬姑娘呢，家底還是比較殷實，就是比較有財富的人，至少是一個不錯的地主，因為他沒有讀書而且馬姑娘特別喜歡讀歷史的書，就是精通於歷史道學什麼孔子這些書籍她都看完了，倒背如流，又很聰明。這麼個姑娘，只是遇到了一個戰爭年代，所以她只能跟着這個郭大帥，你走到哪就跟着過日子而已，做一些後勤的工作。
馬姑娘為了救她這個丈夫，那時候她就結了婚了哈。哎呀，悄悄的先找個地方烙那個餅啊，塞的過去那個衣服都是這樣長袍子的，塞在這個懷裡頭，別涼了，趁熱。完了，他畢竟他是在那裡有權威的，悄悄送進他那個關閉的監牢裡去，給他送吃的。要不是馬姑娘這麼悄悄送飯的話，他早已經被餓死了，是吧？還有一次啊，他遇上強大的那個部队，人家有幾十万啊，对方敌人的首領叫陈友谅，非常厲害，那是一個非常兇殘的人，沒有人性的人，像惡魔一樣的人，把朱元璋已經打到馬下，身體受傷。這個馬姑娘看見了之後，立刻衝進火海之中啊，把朱元璋，我不知道這個馬姑娘哪來那麼大力氣，扛到肩上，扭頭撒腿就跑，就能從敵軍陣中着着大火之中把她丈夫給救出來，多麼勇敢啊！所以成就明朝這個歷史，中國有了明朝，這其中有一個人物必不可少的，一個是郭大帥，還有就是馬姑娘。其實郭大帥也是朱元璋的貴人，所以如果沒有馬姑娘，整個中國的歷史全部改寫，就沒有了明朝，沒有了朱元璋這個皇帝。還有一個，朱元璋當了皇帝之後，他當年替他打仗的很多將軍脾氣都很火爆，也都是農民出身，其實也並不太懂得法律，個性也是比較野蠻兇悍的人，就是比較好殺。這些將軍犯了錯之後，朱元璋這個皇帝是最討厭貪官和壞的官員，讓他抓住，只要問到他那兒就是砍頭。這個馬皇后為大明朝挽救下了很多位後來還為明朝這個國家做出巨大貢獻的很多的偉大的人物，從文臣、老師還有將軍。所以這個馬皇后有一個非常的寬容的心善良的心，而且他這個目光很長遠。所以這個人朱元璋的當皇帝的時候，關於說對於後宮封賞的時候，朱元璋說句話，家中有賢妻的話呀，就好像這個朝廷有一個很好的宰相那麼重要，我怎麼敢忘呢？就對這個馬皇后的評價真是了不起。但是馬皇後身體得了重病，馬皇后很聰明，她知道自己的命就不長了。那她是皇后朱元璋命令那个御医，就給皇帝看病的醫生給他看，他就全部拒絕。所以臨死之前，朱元璋問：哎呀，親愛的老婆大人你我給你派這些御醫救你的命，你為什麼不讓他看呢？哎呀，他回答令人感覺到很傷感他說這些醫生都是好醫生，但是天下有這麼多的醫生，誰能活過200年呢？誰都會死。他說我知道我的命也到了時候了，如果哪個醫生給我看了病，如果我還是死了的話，你肯定要砍人家的頭。所以他光這樣，為了讓自己保下這些醫生的命來，他不讓這些醫生給他看病，其實變成誰看他的病誰死，甚至被抄家呀。偉大。別說一個女人就一個人有這麼大的心胸和這種道德這種善良，哇，那真是神人級的。所以這也是天下女人學習的典範那麼她是當之無愧的這個皇帝朱元璋，乃至整個大明國的貴人。所以對於這個馬皇後和這個朱元璋的合作，我覺得朱馬合作有好日子過。他是姓氏姓氏，所以大家值得去學習。這人不光是慈悲聰明還很勇敢，還很智慧，
還很寬容，對，真是了不起。所以得遇貴人這件事情多麼重要呀！大家覺得得遇貴人重要了吧？我再講一個朱元璋第4兒子，也就是後來永樂皇帝的貴人。朱元璋皇帝首先是個非常了不起的偉大的皇帝，但是多麼偉大的人都可能會犯錯。其中一個小錯誤就是他當時的接班人呢是列為他的長子，就是大兒子。大兒子人特別好，叫文武雙全哈，又很善良，可是早年去世了。他做这個錯誤決定說，把我的皇位傳給我的長孫吧。這個長孫的名字叫朱允炆，但這個朱允炆這個皇帝呢，叫我個人來看就有點幼稚。作為一個青年人剛剛就業的時候，都想着我成為這個行業中最好的，所以他也曾經對着很多官員說，我要成為中國歷史上傳說中的那個神聖的好皇帝。他也效仿叫堯舜禹，可是畢竟很年輕，沒有那麼高的智慧，所做的很多的對國家的決定都是錯誤的。這個朱允炆皇帝呢，這個小皇帝，這個孫子輩的皇帝哈，當了皇帝之後，他父親不是老大嗎？他父親的兄弟都是他的叔叔們，對不對？都是被皇帝封為各種各樣的王，皇帝之下有王，掌握着全國各個地方的軍政大權的王。他做的這個錯誤的事情是叫做削藩。藩是指什麼？藩王就是削這些王爺的權力，削的方法又快又狠，但是又錯，隨便給個罪名，甚至沒有罪名，甚至罪名說感覺他有錯誤，就把他抓了啊，甚至把全家人都給抓了。有些就是充軍流放到中國很偏遠的地方，雲南啊、新疆啊，就往很偏的地方去，就是貶為庶人，就是貶為普通百姓，抓了一個又一個，結果最後他還是不敢先抓，就是他的四叔叫朱棣的這個人，因為他們原來最能打仗的將軍呢，都被朱元璋殺光了，在剩下的幾個將軍之中，最能打仗的就是朱元璋的第4兒子朱棣，就是後來的永樂大帝。那誰幫助這個朱棣成為皇帝的呢？有一個神人，這個神人是佛門中人，叫做道衍法師，他的俗名叫姚廣孝，在明朝那個時期稱為國師和聖僧。這個人很神奇，就是在大約20來年前，朱棣去到京城為馬皇後舉行喪禮，朱元璋說請當時明朝這個國家最有名的僧人來做法事，來超度皇後。請的10幾位高僧之中，其中一位知名的高僧就是道衍法師姚廣孝。姚廣孝是個神奇的人，他有點像諸葛亮一樣，他懂得天文、星象，還有算的這些命相、道術，他不是一般的看相的人，他很神奇的。所以在這個葬禮上，這位道衍和尚路過朱棣，朱棣那時候被封為燕王，燕子的燕，燕王就是當今中國河北省的一個區域。走到燕王跟前的時候，就對燕王說我想送你一頂白帽子。一般我們都想不出來什麼意思。白色燕王，上面是白，底下是王，
就是皇帝的意思，但是一般人听不懂。朱棣非常聰明智慧的人，一听也許當時沒聽太懂，但是總感覺和這個和尚有緣分。等他們舉完了這個葬禮之後，他就帶着這個道偃和尚回到他的燕國，他倆就一直合作。這個姚廣孝就給他背後講了很多天道的東西，說將來你一定要當皇帝。說最後他大哥去世了，說你看已經傳給他的孫子了，傳給他的這個朱棣的侄子，你看就不是我的份兒啊，說早晚都會出事兒。結果真應驗了，他這個侄子亂殺他的兄弟們，就是有權力的這些王被殺，結果殺到朱棣頭上來。人家說你決定是被他殺頭好，還是要造反好呢？而且呢，這個小皇帝還總派密探來監視着朱棣所有的行動。朱棣為了隱藏自己裝瘋，連狗屎都吃，就達到這個程度。其實被逼迫也挺可憐的，被他侄子逼迫。如果你是正常，就抓去砍頭。一看瘋了，先不抓吧。就是這樣，就給了他機會。但是讓他進行造反推動這個力量的就是道偃和尚。但是後來造反成功，朱棣成為了中國歷史上非常有名的明代這個朝廷之中僅次於他父親威名的，就是永樂大帝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也是叫殺人如麻，但是愛民如子，是个两個極端的人物。他對壞官員非常狠毒，但是對於百姓非常疼愛，就是這個朱棣，也叫永樂大帝的這個皇帝。所以促進他成為永樂大帝這個皇帝的人，就是這位姚廣孝道偃和尚。所以道偃和尚是永樂大帝的貴人。如果他遇不到這位道偃和尚給他出主意的話，中國歷史同樣會改寫。因為朱棣就會被他侄子滅掉，如果不砍頭，也成為罪人，或者是發配雲南當普通百姓了。所以貴人當中含有的內容有的是變成夫妻的雙方，有的變成像那個劉備、關羽、張飛非常合作一個共同事業的最好的親密夥伴。因為一個人的力量不可能大於兩個人的力量，所以只有合作讓自己能量變得更強呀。所以我想到呢，這個遇到貴人給我們帶來的好處我在看網上介紹這個染髮劑。有種染髮劑呢，就是1+1，一個是顏色，光顏色抹到你的頭髮上還不行，還有一種定色劑，抹到你頭髮上去，再把那個定色劑抹上，才最後能達到一個染髮的效果。甚至說像這個電燈的這個電線，一個是火線，一個是叫零線，就一個摸起來會電人，一個摸起來不電人，這兩個陰陽極如果只有一個極，這些所有的電器都不能使用。所以遇到這樣的貴人的夥伴、朋友，甚至是夫妻，你的命就改了。也因此呢，我就觀察到呢，有的人說結婚之前呢，叫窮困潦倒，事事不順心，結婚之後不知道誰沾了誰的光，這個命運呢一下子就改寫了，幹啥都能賺錢幹啥都能很火爆，很好玩吧？所以像我們就有菩提同修，這位弟子是女的，她這個先生原來就是農民，他們先生在做任何一項這種新業務和投資，他們做得很大。這是要問我們這位女弟子，女弟子修在家天天修，修的時候找那種靈感，找到靈感說這個可以幹，說這個不能幹。他們家哪怕在董事會討論1個月要幹的事，
我們女同修在家就一口可以否認掉，先生就不敢幹，不是怕老婆，是我們这位同修他的灵感就告訴他這個可以幹，這個可以不幹，能分得出這一對夫妻誰是貴人了嗎？所以他們家做多大的項目都是問太太，比如說告訴我，好，明天我再告訴你。明天太太說這可以幹，好，老公趕快就安排幹。難道老公那麼聽話嗎？一樣不聽話。當幾次太太反對的事一做就垮掉了，幾百萬幾千萬就賠進去了。後來老公說認了，服了，你真是個貴人，你說幹咱就幹，你說不幹咱就不幹。他們家的事業是這樣的，當然他們家可能已經身價有幾百億了。那你想這個財富誰賺來的？當然你只能說是夫妻合作賺來的。所以我們菩提同修都是貴人，因為你沾佛光啊，你天天修行，心很靜又沒有貪欲心，對不对？又和人没有傷害心，有了這些清淨的狀態，你才有一種清淨的心，你才能接收到這些靈感啊。所以你今世得那麼多富貴是前世修來的，那麼今世也在修所以大家好好修哈。你想發財容易，現在是講的話，40-50年之前的人請教我的師父，賺錢好難吶，工作好難做呀，那時候就那麼喊。等他走了之後，師父就跟我說，孩子，世界遍地黃金，沒有福的人看的就是糞土與大便，有福的人看的遍地黃金只要你手到擒來拿到全是金磚，知道嗎？但是我說如果沒有福已經拿到金磚呢，金磚變爛磚，這個聽起來有點費解這就是真正有福的人，就是得到這樣的結果你就是拿到看似不值錢的東西到你手裡來，它就很快就变值錢了，知道嗎？你像我們的菩提道場，在哪開哪裡放，這也挺氣人的也是。我們世界各地的道場，通常我們找道场的地方我們因為都想節約資金嘛，又開在城市之中，但是我們希望開在更好的地方，大家來得更方便，心理上不要有壓力。但是掏錢的時候說越便宜越好。我們租房子的很多房子曾经都是這個樣子，很多房子，包括溫哥華現在的道場，馬來西亞的幾個道場，我們租的時候都是這樣，沒人，荒涼，院子裡都是1人高的野草。我們通常一開1年以後，這個房子的這個地方的地和房子至少增加1倍，是這個價錢。溫哥華道場附近原來全是工廠，等我們把這個道場想買下一塊來的時候，市政府立刻宣布，市長雖然認識我們，沒法走後門的整個議會一討論說，我們溫哥華禪堂那個區域成為這個城市當中最核心的區域，地價立刻漲了3倍。比如過去100萬買了很大一個大院子，現在100萬買這麼一塊蛋糕一小塊，同樣100萬越切越小，是過去的1/5呀。同樣花那麼多錢，就貴到那個程度。所以我們做這個佛法的事業，利益眾生心中沒有私心和貪欲，諸神都來護法都來護持，來的神當中很多是財神順便在這撒撒金葉子所以很多人在這修了修，說我還沒怎麼做生意呢，剛給禪堂發了一點心，捐款2萬，就訂單就200萬。你說我都不想賺錢了，錢又來了怎麼辦？我說去賺吧。就是這樣，很多同學是這樣的，一邊修行說，本來說來我不去營業了，我應該少收入了，不是，你不去在那兒營業了，但是你的收入還增加了，知道嗎？最後都落這個結果。聽起來覺得有點真實不虛還是虛而不實啊？真的是這樣的。其實就是有福的話呢，就是很神奇的我曾經講過小金人的故事過去師父教我，他說這誰家能不能發財？師父說你看不見嘛你看着他晚上帶我去看，就是周圍很多居民你看
你仔細看，我們蹲了1個小時左右，到晚上，而且燈光很暗的時候再看，就是恍恍惚惚看的小金色的小人，咚咚咚咚咚，比如從左邊跑到右邊那一家去了，就是那關注着右邊這一家，最近3個月以內會不會發個橫財，就是打聽，這是先說回我們老家哈，河北老家那一家悶聲發大財，哎，他家這個男主人呢是在外省工作，回來之後了，為了表現勤快啊，黎明的時候天不亮就拿着鐵鍬鋤头去耕地去了，結果一鋤頭下去，咣當一聲，哎，有個陶瓷缸給砸壞了，啊，手電一照，全是銀元，哦，一缸啊，水缸啊，幾千兩白银呐，人家怎麼賣的？慢慢的賣，慢慢拿到城市一塊兒，說後來鋸開一片兒，啊，就是賣，就發家了。很快3年之後，我們附近的城市買3套房子。那個時候誰有那麼多錢買3套房子呀？那錢還沒花完呢，就是這樣。而且還更有福的，他呢，一共有2孩子嘛，每個孩子都考上大學。可是我們老家的教育質量吧，我們教高中的老師是初中畢業，人家這2孩子就是全校唯2的2個孩子考上大學的，就是人家的，啊，你看這個好事不單來哈，你看看又發了財，這個孩子還金榜題名，知道的人說這咋這麼有才啊？你知道，在200年前他的祖上是醫生啊，他經常是什麼叫布施醫藥，布施醫藥，他这人家窮，他就義診，不光是義診之外，還有義務送藥，還經常，因為他看醫生看病賺了錢嘛，賺了錢他經常會買回這些藥來，他每一年就是布施捐獻出去免費的藥30%，當然了，功德無量啊。人家這老人家這一輩子，活着80歲死的話，就光行醫50年救了多少人命啊？那孩子能不發達嗎？所以你有這個福氣哈，哎，這個佛菩薩還有神靈哈，護着你，愛着你，指導你，在關鍵的時候，帶你走向了正確的路線。人生幾大關鍵點哈，比如升學，帶你升上對你這一生有幫助的好學校，並不代表說世界幾個名牌就是好的，不是這樣的。跟你的命相安排，跟你以為考上了一個普通的一個大學，可能正是這個普通大學而你獲得無上的成就，他帶着你去走，啊，不是圖眼前之利。那麼第二呢，就是婚姻，到遇上你的那個真命天子真命天女的那個人哈，真給帶來福氣的這個貴人的時候，他會讓你一看兩眼就發直，腦子就發懵。這個就是佛菩薩指引，你能看見這一個人一見面說這就是我丈夫，這就是我未來的老婆，你能有這樣的一種感覺。當然這種感覺不能總發生，好吧？這一生就發生1次才是對的啊。還有呢，師父，我好幾次見那幾次女的都有這種感覺，我腦子有病啊，得好好修啊，好好修，腦子不夠清淨。腦子夠清淨的時候，到那一剎那，你就真的被電到了，你覺得哇，像遇到天神一般的，那就是你真命的那個貴人。而你和這樣的人要結婚之後哈，哎呀，那要想不發財都非常困難啊，那一定是將來取得大成就的你的未來哈。再到遇到好的這個行業職業，就是當你就職的時候，神靈會引導着你去到那樣的公司去做，他會引導着你走。到那個時候，你覺得，或者你的朋友會問你為什麼選擇那個公司呢？你就說我也不知道，我坐錯站了，我下錯車了，結果進對門了。哎，這就是你要的那個東西。那所有的錯就是對，神靈引着你走錯原來你計劃的路，就要走對了，你將來能夠飛黃騰達的那個機構去。能夠飛黃騰達的機構，當然我們菩提機構也是數1數2的哈。所以到人生最重要選擇的時候，有這個福氣的人呢，
神靈會帶着你走，去選對。所以我其實在特別重大的事件我在一般的中小型事務的時候都要靠基本的思維判断，但是我做最大決定的时候都不是思考，都是来自于佛的启示和佛的提醒是什么，用人间的逻輯根本说不清楚，就是這樣的，沒法解釋所以在這個我們無法理解的，可是我們賴以生存的這個世界之中，還有很多東西我們確實理解不了的那種神聖的東西所以有福氣的話，有德行的話，佛菩薩和神靈會護着我們，會引領着我們，能夠成就我們自己心中最大的那個願望。所以這一點就提醒大家了所以多做功德，能得遇貴人，對，讓我們的人生更吉祥，更精彩，就更有成就說大让我與您相遇，小小的紅點裡，人生就此歡喜。我快樂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麗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讓我與你相遇。小小的紅點裡，人生變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寬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為有了你，生命變得更堅定，不憂憂無慮。因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懼。我快樂了，我快樂了，我健康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幸福了，我美麗了，我美麗了。我幸福了，我幸
讓我與您相遇，小小的紅點裡，人生就此歡喜。我快樂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麗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讓我與你相遇，小小的紅點裡，人生變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寬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